朋友们，你知道那些觉悟的人究竟是怎么觉悟的吗？其实，虽然每个觉悟者觉悟的过程不一样，但是呢，都有一个相同的点，那就是都悟透了客人和主人的关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好比有人到陌生的城市出差住旅店一样，都不会长久，短暂的住一段时间，收拾行李就走了，所以呢，叫做客人。但旅店的店主呢，是原地不动的，不会走，所以呢，叫做主人。那这些过客呢，就好比我们的各种妄念一样，匆匆的来，匆匆的去，不能长久，所以呢，妄念也称为客。而我们原本的心性呢，就好比旅店的店主一样，是稳定不动的，不会跟客人一样走了来，来了走。所以呢，心性又称为主人。再比如在农村，如果阳光明媚的话，可以把门开个门缝，让阳光照射进屋子，你就会看见很多的微尘在阳光照射的空隙中浮动。所以这些浮动的、不断变化的就叫做尘，也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客，所以呢，也叫做客尘。这个客尘呢，就代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断追逐的色身香味触法。因为这些东西就像来去匆匆的过客一样，不断的在变动，又像浮尘一样是飘忽不定的，很难稳定，都是随时在无常变化的。微尘在虚空里浮动，而虚空呢，无论微尘怎么浮动，它永远不动，所以呢，就叫做空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人。这个主人呢，就代表我们的心性。所以知道了这个，你就知道人们为什么会有烦恼了。因为大家都把客尘这种变化无常的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，不断的追逐，不断的抓取，总想把外在的东西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比如总想赚大钱，赚不到就睡不好，总想得到对方的爱，得不到就睡不好，总想让孩子有出息，总想让爱人、让公公婆婆都能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，按照自己的认知和标准来。可是他们都活在自己的业力中，凭什么为了你而改变自己呢？凭什么为了你的舒服就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呢？你为什么不改掉你嫌弃别人的毛病呢？同样的世界，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各自心中不同的样子。你看着再不顺眼的人，也有人觉得他没什么问题，都挺好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眼中的世界不过是你曾经的执着，在真实的层面，哪有一个我呢？有的不过是以假当真的评判和执着。我讨厌他扒拉菜，我讨厌他说话声音大，我讨厌他总来我家住。同样的情况，换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不是问题。你看到的不过是你的执着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如果你真的知道只是客尘的话，你就不会再执着了。否则越执着就越痛苦，就像越想多睡个好觉，可偏偏呢，越是睡不好的时候一样。当你真正放下睡个好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不执着睡个好觉的时候，你可能真的就能天天睡个好觉了。这就和想发财想疯了是一样的，越在发财上面执着就越烦恼，越烦恼越发不了财，越发不了财越烦恼，最后怎么样呢？要么负债了，要么呢真的疯了。总之，如果总想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抓取的话，一旦在抓取的时候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值，或者抓取不住的时候，烦恼立马就来了。所以眼下一切让你看不惯的、带给你痛苦折磨的人事物，他们再次出现的唯一目的就是叫醒你。你谁也改变不了，但只要改变你自己，当下就能解脱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永远不会烦恼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那颗真心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主人。它永远不会变动，
永远清净自在。因为大多数人呢都颠倒了，把假的东西当真了，真的东西呢反倒丢弃埋没了，整天呢围着课程转，一转就是一辈子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课程是不稳定的，它就是一个个的幻影，就是一场场的游戏。在我们人生这个旅途中，只要你认真地完成当下的每一件事，一切随缘就好了。千万不要那么执着地去抓取，更不要执着一个所谓的结果。没有结果你烦恼不堪，有了所谓的结果呢，你也会为了稳定保持或者跨越你的结果，继续烦恼不堪。你一直在烦恼里挣扎，其实呢都是为了满足你的一时之快，就像课程一样，虚无缥缈的一时之快。但是你不知道快感背后呢紧跟的就是烦恼。很多人呢终其一生都在追逐课程，但自己呢却不知道，错把满足欲望当成了人生课题。而真相是，在你某个地方满足的同时呢，你其他地方必定丢失，而这个满足的地方呢又是十分的无常和不稳定的。所以呢一定要修为自己，向内求，不要执着于向外抓取，要懂得知足，要明白宇宙真相。比如你那个一直深爱你的人，多年后逐渐不爱你了，突然呢跟你分手了，然后呢你痛不欲生，还想继续在对方身上抓取一个所谓的永恒的爱情。你要是懂得课程烦恼的话，你就不会那么执着一个所谓的结果了。知道他以前呢确确实实真爱过你，那就足够了。要学会知足，现在呢缘分尽了，自然会走，还执着什么永恒的课程呢？哪里有永恒？在尘世中，想要稍微长久的稳定一个结果，是要看我们的福报的。就算你懂得修福，那也不一定能把课程彻底的稳住，因为这里面呢还有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和业力的干扰。你如果懂得修福，那可能呢会比那些不懂得修福的人呢保持的时间相对长久一点。而有些人呢倚仗着有点先天的福报，总是不断的为了贪欲攀缘抓取。因为有先天福报的人呢，平时做事成功率是相对要高的。这种人呢被一时的顺利和一些幸运的成功呢蒙蔽了自己，认为呢都是自己聪明自己努力换来的，甚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自己精心算计好了，就能把事干成。其实他不知道人的福报呢，也像课程一样，不是永恒不变的，是可以增也可以减的。很少有人不漏福报的，所以漏福报也是常态。当你的福报支撑不住你不断抓取的欲望的时候，你肯定会被这个无常的世界狠狠地上一课。如果你不会向内求，还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失败和烦恼呢是外在的什么原因导致的，那你以后的烦恼就会越来越多，一直到把自己折磨得遍体鳞伤，一直到不得不觉醒为止。所以不要羡慕那些所谓的有钱人，不要羡慕那些看似幸福美满的人。这样的人呢，如果不通过修福维持下去，无论多么聪明，迟早都会翻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追逐的是课程，是不稳定的。所以呢，那些追逐财富、追逐名利、追逐幸福美满的人呢，看似成功了，但是能不能天天的日进斗金，能不能每时每刻都幸福美满了，他自己比谁都清楚。如果不向内求，不向内在寻求一种平衡和知足的话，你的幸福美满就是面子工程，表演给外人看的，骗得了别人，但永远骗不了自己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向内找到那个永远不变的主人，而是一直向外追逐客人的话，
其实呢，就是在追逐无常，追逐变动。包括一些修行人，追逐长命百岁，追逐某种神通，追逐无病无灾。你越追逐，你离自己的真心本性就会越来越远。所以呢，你只管好好的修行就行了。执着这些所谓的结果干什么？难道修行人都能活到100多岁吗？都有神通吗？都能身体健康？都能无病无灾吗？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有这一个肉身呀。只要有这个肉身，这个肉身本身就是一种课程，怎么可能长久的不起变化呢？我们既然有肉身这个东西，就不要执着它能够长命百岁。要说长命百岁，乌龟活的时间长，那和乌龟去学不就完了吗？每个物种呢都有自己的本能，我们要做的是利用这个能力好好的向内修。如果你不修为自己，就好比你的存粮只出不进，早晚会用尽的。所以呢，一味的向外求，只会越修越偏。所以不要羡慕任何大富大贵、有钱有势的人，自己好好的向内修，自己回到自己的真心上最为关键。可能有人就会说了，人活着不都是为了多挣钱吗？谁又不想名利双收呢？如果都不向外抓取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天天的向内修，那不都成了和尚道士了吗？其实我并不是说不让大家去抓取，你可以抓取，毕竟大家都是凡夫，都有七情六欲。但你要明白，这些外在的东西呢，都是课程，是不牢靠的，有任何的变动都是正常的。你可以在里面游走，但不要深陷其中，尤其在你尽力却还是抓不住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放下。很多时候呢，在你放下的那一刻，就是烦恼远离你的那一刻。生活工作中呢，遇到任何不想发生的事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随缘应对就行了。因为一切呢都是因缘和合的事，为什么去执着呢？你可以努力争取一个好的结果，但努力过后呢，千万不要去执着任何的结果，因为这些本来呢都是客，本来就是尘。你要做的只有一点，就是时刻回到主人的层面，站在主人的视角上来看待人生一切。不过是你过往以假当真的执着，更是梦幻泡影，哪有什么好坏对错呢？明白了这些，你基本上就在理上开悟了，以后在事上练就行了。如果你还是看不透这个宇宙真相，继续沉迷在客尘烦恼中，那就是自寻烦恼，就会让你离你的真心本性越来越远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